年3月，知名的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刊登了一则病例报道，是哈佛旗下的医院，他们做了3例脑癌在一夕之间消失。欢迎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品医师王丽慧。在去年2023年3月的时候，哈佛集团旗下麻州总医院的神经外科医师呢 ，Brian 崔，我们就称他为崔医师，他是一位韩裔美国人。前一天刚帮一位74岁的男士脑癌的患者做了一个新的疗法，然后第2天用核磁共振来追踪，发现这个脑癌竟然一夕之间消失。几个礼拜之后呢，他又做了另外一个 case， 一个土木工程师也是脑癌，一样的神奇的事情再次的发生。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做第3例，照样的奇迹又出现了。于是他就把这3个案例把它汇整起来，就发表在了今年3月的《新英格兰杂志》。如果您听到这里觉得有收获的话呢，请您帮我按个赞。我每一周都会上传一则新的影片，请您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么我们讲到脑癌，大概我们身体里面非常难发现的癌啊，就脑癌跟胰脏癌。那么胰脏是因为它的位置就在12指肠的后面，很隐秘。那它早期要不就是上腹部痛，要不就是背痛，所以你很难去想到说它可能会是胰脏癌，就不典型。那脑癌也是啊，它早期的症状要不就是头晕，要不就是头痛，要不就是记忆力衰退。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偶尔头晕、头痛、记忆力衰退，所以也不会想到是脑癌。所以脑癌跟胰脏癌都是很难发现，不典型，发现的时候常常就已经太晚了。那么今天讲到的麻州总医院呢，在过往我们曾经跟各位介绍过，它是哈佛集团旗下非常大的一个医院，叫做麻州总医院合并布莱根妇女医院，所以整个总称会简称为是麻州布莱根总医院啊。那这个集团呢，不但是有这2个大医院，它还有非常多的门诊中心，非常多的护理中心，还有长照的系统，还有癌症的照护系统，非常的多。那这一次他们呢，把一个非常新的疗法叫 CAR-T， 把它用到了脑癌的患者身上，而且是用在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身上，这个是最恶性的一个脑癌。那你说胶质母细胞瘤啊，听起来好像是良性肿瘤，不是？它虽然名称是叫瘤，但是它是一个恶性的癌症。这个癌症呢，好发在45岁到65岁的男性，发生率不高，10万个人里面大概就2到4位啊。可是呢，一旦被诊断是这个的话，它就非常的恶性。不管你是加上了手术、化疗、放疗，再加标靶，你什么东西全部都做下去的话，顶多也就是撑1年半，根本活不到5年。那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撑不会超过3个月，你就知道它非常的恶性。那当然，我们标准做法就是一定要手术切除嘛。那如果很大颗的话，会先做放疗，先做电疗，让它缩小一点之后再切。可是因为呢，发现的时候常常很晚了，它其实都已经跟周边的脑组织啊，整个纠结在一起，它也没有一个很完整的边缘，所以拨也拨不干净。然后又很怕伤到这个重要的神经，又很怕伤到这个重要的血管。你想想看，整个脑里面每个部位都很重要，所以都是切除不完全。复发率也非常的高，就是这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恶性的胶质母细胞瘤，在麻州总医院的崔医师的手下，竟然发生一夜之间消失的奇迹。崔医师这次使用的治疗方法叫做 CAR-T。那么这个 T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 T 就是 T 细胞的意思。T 细胞是你的淋巴细胞的一个种类。那么你从骨髓会产生制造免疫细胞，首先出来的是它的一个干细胞，免疫的干细胞，送到胸腺去受培训。胸腺就是你摸到这个胸骨，它藏在你胸骨的后面。它要先能够分辨哪些是敌人，哪些是自己人，自己人不要攻击我们，只要打敌人这样子训练好。那因为呢，胸腺叫做 thymus， 所以呢，在这里训练的，我们就取胸腺的这个第一个字母叫 T， 我们把它命名成为是 T 细胞。那 T 细胞有4大家族，它可以分成是调节型的，分成是抑制型的，分成是毒杀型的，分成是记忆型的这4个不同的种类，它们之间会彼此互相的去运作。那这一次我们选用的就是 T 细胞，然后把它加以改装，它就是等于被你装上了好多个机器手背去帮你抓癌细胞本来它可能辨认不出来，但是装了机械手背被特异化了之后呢，就会帮你抓出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抽你的血，把你的 T 细胞分离出来之后，把它改装，每一颗都把它改装做好了，装上了机械手背之后呢，把它养大，养成一只大军，再输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是需要拿你自己的血来做的，然后把它训练好、改装好、武装部队整理好、培训好，再放进去你自己的身体里面，再让它去抓癌细胞。那其实这个 CAR-T 啊，在台湾是有的，我们在健保已经给付了。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台南的张女士，她已经70岁了，她就到花莲的慈济医院去做了全台湾第1例健保的 CAR-T。那么 CAR-T 在台湾或者是在全世界呢，到目前为止都是用在血液病。美国的卫福部也核可，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有 CAR-T 了。我们到2024年才开始做第1例 CAR-T， 这个中间整整差了12年哦。鼠牛、虎、兔、龙、蛇、马都已经过完1轮了，台湾才有。那么2012年在美国做的时候，是做在一个7岁的小女生身上，她得了急性淋巴性的白血病 acute leukemia， 她当时病得非常的严重，头发都掉光了，身体很虚弱，所以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骨髓移植，就把 CAR-T 呢全世界第1例哦，就用在了她身上。她到目前为止哦，每一年都跟全球发布照片来公布她的健康状况。到去年的时候已经是第11年 all clear， 再也没有复发过，所以他的成功呢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希望。我们在癌症的治疗上面有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啊。那这一次今年2024年1月2号在花莲慈济医院治疗的，它是弥漫性大 B 淋巴瘤，所以我们现在健保可以给付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比较年轻的人，25岁以下的，它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这个可以。另外的话就是成人的弥漫性的大 B 淋巴瘤这一种是可以的，但不是你得到这种病就可以马上来用 CAR-T， 因为 CAR-T 的治疗费用是将近1000万，所以呢，必须要先经过第1线的治疗、第2线的治疗、2线的治疗呢，传统治疗都治疗过了之后都没有效，你才可以考虑做 CAR-T。那大家都是用在血液病，唯独呢，在哈佛旗下的麻州总医院这位崔医师把它用在了脑癌，而且是这个非常非常恶性的脑癌。那我们要知道，血液病的话就是这些血球的变化，但是脑癌是一个实体的一大颗的一个完整的，我们叫做 a solid tumor， 这个要渗透进去比较不容易哦，所以实体瘤的治疗是蛮困难的。刚刚我们讲的 CAR-T 这个治疗方法，这个 T 表示的是 T 细胞嘛，那 CAR 就是表示着把你的改装过加了机械手背，让它能够去辨认癌细胞跟抓住癌细胞把它歼灭，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免疫疗法。也就是说，我们在癌症的治疗上面有手术、有电疗就是放射治疗、有化疗、有标靶，是有抗体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免疫疗法。那免疫疗法又包括很多种，它有免疫细胞，它有癌症疫苗，然后它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然后它有现在最新的这个 CAR-T， 这些都是在哈佛集团旗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癌症研究中心啊，它叫做 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是连续24年被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评审为呢最佳的癌症治疗医院。那这个是一个以癌症研究为主轴的一家医院哦，他们主要不是为了赚钱，他们就是为了做研究。他们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呢，在这个期间当中，25年当中呢，他们做了无数的努力，然后启动了许多的临床试验要来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有效。所以呢，麻州总医院这一次的崔医师呢，用 CAR-T 把它用在一个实体肿瘤胶质母细胞瘤的病患身上，是给大家一个莫大的鼓励。然后在今年3月，《新英格兰杂志》刊登这个医学报道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的振奋，都觉得好像是重新打开一线曙光啊。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讲一下免疫疗法这么夯，这么的让人家瞩目。它其实1891年的时候开始，当时有一个人患了恶性的肉癌，在手术的时候引发感染，就产生了蜂窝组织炎啊、单毒啊、链球菌的感染啊。结果因为这个链球菌的感染启动他身体的整个免疫力，他的肉瘤竟然就完全的痊愈，完全消退哦，不是说只是切除之后干净而已，是完全消退。那大家就很好奇，原来你身体里面的你免疫力这么强大，你竟然启动你自己的免疫力，它可以清干净你身体里面所有的癌细胞，就这样开始进入了免疫疗法的一个新世纪啊，一个新方向。
大家就是如火如荼的去研究。Dana-Farber Cancer Institute 以癌症研究为主轴的一家医院的话，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其实做的最有心得的是癌症疫苗哦，还不是 CAR-T。他们在癌症疫苗上面觉得是对于癌症的控制是颇为有心得。癌症疫苗的话，之后再跟各位详细的 P 一集来介绍哦。它就是需要取你自己的癌细胞去研发针对你自己的疫苗。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刚刚讲的麻州总医院这3个案例啊，出现奇迹之后呢，他们就如火如荼的启动了一个大的一个临床研究。有数百名胶质母细胞瘤的患者从全世界各地要来找他们，可是他们真的也做不了那么多，然后再加上费用又很高。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就收了18位，正在进行临床研究。不过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呢，之前报道那3例一夜之间神奇消失的，其实有2例后来又复发了，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去修正。除了做 CAR-T 之外，你还是需要有辅助疗法。不管是血液病或者是实体肿瘤，你其他的东西你都不做，然后你的癌细胞这么多，然后你光靠这些武装部队要去帮你打这么多的癌细胞，这样也太为难他们了。所以其他该做的都还是要先做。最后我们可能呢可以期待交给武装过的，属于你自己的武装军团CAR-T 细胞来帮你歼灭最后的那一点。最后请您帮我按赞、分享跟转发，感谢各位。